那天我给丈夫送换洗衣物，丈夫证明因为盲肠炎突然住院，虽然医生说只是小手术，可我还是忍不住担心。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混着空调的冷风，直往骨头缝里钻。我坐在床边，轻轻握住他有些冰凉的手，勉强挤出笑容，低声说：老公，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手指微微发抖，眼睛忍不住湿润了。我这个平时最爱逞强的妻子，现在却只能守在这里，害怕得胸口发闷。隔壁床是一位叫加藤的先生，郑明醒着的时候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那个家伙有点奇怪，你别太靠近他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没多想，只是觉得他眼神总是飘忽，不太好相处。我低头整理丈夫的枕头，嘴角勉强扯出一丝苦笑。医院本该是安静的地方，怎么连临床都让人心里发毛。几天后，郑明终于要手术了，我紧张的一夜没合眼，早早赶到医院，把随身佩戴的平安符轻轻塞进他手里，声音发颤：老公，带着他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他笑着点头，说麻醉正好能补补最近缺的觉。我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这个男人永远这么没心没肺，可我偏偏就爱他这份乐观。郑明的手术很成功，从手术室出来后，他还一直在昏睡，麻药还在起着作用。我也趁这个空档趴在床边眯一会儿。就在这时，加藤忽然出现在我身边，他低声说：有香，你看起来很憔悴。我下意识往旁边挪了挪。我没事，只是有点担心郑明。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内心，眼神锁定在我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的嘴唇上，说要帮我放松放松。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心跳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。他慢慢凑近，热气喷在我的耳边：来吧，让我来帮你忘记这些焦虑。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他怎么敢？在医院里，而且我的丈夫正在病床上躺着呢。放开我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试图推开他，但双手软绵绵的，毫无力气。我看着他，眼中满是惊恐和无助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而他却从我的抗拒中看到了动摇，嘴角勾起一抹势在必得的微笑。因为丈夫就在病房里，我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，只能小声哀求：停下，真的不行。身体微微发抖，眼睛躲闪着不敢看他。事后我跌跌撞撞地跑去洗手间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汗水湿透了后背，被冷风一吹，激得我猛地打了个寒战。我低下头看自己现在的样子，衣服凌乱，皮肤上还残留着它的温度和气味，这让我感到无比恶心。我伸出颤抖的手试图整理衣服，可手指抖得连纽扣都扣不上。第二天郑明的麻药劲儿过了，他恢复的还比较好，我本该高兴的，可看着他那信任依赖的眼神，我只觉得无地自容，像个小偷一样狼狈地避开了他的视线。邮香，你没事吧？他关心地问。我强颜欢笑，握着他的手说：我没事，看到你醒了就好了。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。加藤这个老东西出院了，隔壁床换成了一个看起来挺斯文的年轻小伙，我暗暗松了口气，心想终于结束了。可噩梦并没有因为郑明的苏醒而结束。从医院回来，我走在路上，夕阳拉长了影子，却没注意到身后有人跟着。打开家门的那一刻，那人突然闪身跟进来，竟然是加藤。他笑着说：我没什么好怕的，而我却像被钉在原地，腿软得几乎站不住，双手死死抓着门框，声音发颤：求你别这样，我丈夫随时可能回来。身体微微后退，眼睛里满是惊慌和绝望，指尖冰凉的发抖。可他已经逼近，我只能小声重复：
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从那天起，加藤静直接住进了我家。在证明住院的这段日子里，他就这样反复出现，每次我都红着眼睛恳求请停下，双手按在胸口，想压住那快要崩溃的心跳。结束后，我会靠在墙边片刻，感受那短暂却带着耻辱的平静，然后赶紧擦干净一切，动作小心到近乎偏执。每次证明打电话来问我情况，我都笑着说一切都好，你别担心。挂断后却对着天花板发呆，手指无意识地在桌子上画圈，心里涌起一丝荒唐的自嘲。我居然在自家客厅被一个刚出院的陌生男人，这算什么照顾啊？明明是来探病的，结果变成了我一个人的噩梦。在那些被迫的日子里，我往往会经历长达数小时的煎熬。我坐在房间里精心挑选衣服，画上精致的淡妆，试图掩盖脸上的憔悴和眼底的死气。终于，郑明发来信息说，他已经厌倦了医院的生活，医生说他马上就可以出院了，邮箱等我回家，我们要好好过日子。他的声音充满了希望，我只能默默祈祷，丈夫回来后一切都能恢复平静。可是事情却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范围。或许这就是生活最残酷的玩笑吧。在最脆弱的时候，他给了我最意想不到的陪伴，却也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阴影。